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本期节目内容是由万象城的家人严志言推荐的。2008年10月，国庆节小长假期间，北京五中分校校长杨春林收到不同年级的毕业生发来的接近200条的短信。这些不同年级毕业生的学生当中，毕业时间最长的也已经有10多年了。他们发短信给杨校长，都在问询同一件事情和同一位老师，那就是曾经教授过他们中学地理课的任铁生老师。他们的任老师失踪了。2008年8月8日，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任铁生老师的失踪就发生在奥运会闭幕1个月后的9月30日深夜。他29号离开家的时候，还和妻子说，最迟次日，也就是9月30日的夜里就可以到家。因为国庆节期间，他和弟弟还约定要给马上90岁的母亲过大寿。然而，一切的发生是如此的突然。任老师并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回家。10月1日上午10点左右，任老师的家人就紧急到派出所报了案。后经媒体报道，任老师的失踪案牵动了整个北京城人民的心。持续的搜救工作让任老师的神秘消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震动，甚至还有人把发现任老师消失前最后线索的门头沟妙峰山称为中国版的百慕大。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这起至今还影响着驴友户外探险活动的北京任铁生老师神秘消失事件。点赞3连，马上开始。根据百度百科提供的资料显示，任老师出生于1952年的6月，推算得知他失踪的时候应该是56岁。但央视第2套的新闻节目以及当年广播里面的寻人启事，任老师失踪时播报的年龄是61岁。北京交通台10月1号当天就不停地滚动播出任老师的寻人启事。61岁北京人，身高1.73米，走时上。寻人启事是家人发布的，应该没有错。相差的这5岁，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介于对于当事人的尊重和尽量还原事实的真相，在网传的诸多版本当中，我们采用央视官方对其家人真实采访的版本进行讲述。本期节目素材也大都采用央视当年的新闻采访内容。任铁生老师就职于北京五中分校，是学生们的地理老师。或许是职业原因，任老师酷爱研究地理，最爱的就是户外探险活动，是名资深的驴友。他在北京的驴友圈乐于助人，常常关爱后辈，受到圈内朋友们的喜爱和爱戴。任老师性格活泼，身强体健，教学的时候常常把自己户外探险的趣事与地理课程相结合，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的课程。在他61岁的时候，他已经有了30年的户外探险经验。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2008年9月29日晚上出发前，他在收拾户外探险所需的用品时，家人并未阻拦。任老师的妻子当时很平常地和他聊天，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任老师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和太太说，我最晚第2天晚上，也就是9月30号就可以回到家里，回来以后还要给咱妈过大寿呢。9月30日凌晨5点，天才蒙蒙亮，家人都还在熟睡，任老师蹑手蹑脚地拿着钥匙就出门了。任老师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北京市西门头沟妙峰山。妙峰山属于太行山脉，火成岩结构，主峰海拔1291米，因山势雄峻，五峰并举，距离北京市中心仅有55公里，在户外探险圈较受欢迎。时间很快来到了9月30日夜间的10点，任老师并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回家。任太太虽然心有疑惑，但想想山路复杂，或许是遇到什么事情耽搁了，晚点就回来了。此时的任太太连意外2字都未曾想过，因为任老师30几年的户外经验足以应对各种意外情况。可是时间来到了次日凌晨1点的时候，任太有点慌了，因为连续打给丈夫的电话那头传来的都是自动语音。您拨照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任太太心中阵阵不祥之感袭来，铁生很可能出事了。一夜未眠的任太太10月1日上午立刻赶到了辖区派出所报了案。
北京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根据任太太提供的信息，组织警力赶往门头沟妙峰山。到达现场的时候，警方倍感压力，因为任老师虽有告知目的地，但是妙峰山登山的路线复杂繁多，任老师又是一名资深驴友，万不会选择普通的旅游路线。没有方向，要找一个人，岂不是大海捞针？北京警方迅速联系了任老师手机的运营商，对任老师的手机进行定位搜索。通过手机基站的信息反馈，大致还原了任老师当天的行程路线。任老师的手机通话记录显示，9月3日上午7点20分，身处外地的弟弟接到过他的电话。弟弟反馈，当时哥哥在电话里面和他沟通过给母亲过寿的相关事宜。弟弟也确认，当时任老师情绪稳定，电话里面还有环境风声，证明这个时候的任老师应该是安全的。当天下午3点30分左右，任老师还接到过一个牌友的电话，牌友也向警方反映，当时铁生的心情非常好，我们两个还在电话里面攀谈了一阵子，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当时他说他正准备下山，通过上面的信息，我们不难发现，任老师在9月30日下午4点左右还处于安全状态之下。当时已经准备了下山回家。10月1日，任太太从派出所出来以后坐立难安，内心十分忐忑。这个时候，她想到了登山爱好者协会，协会在接到任太电话以后，马上也联系了绿野救援队。绿野团队的队长袁山迅速联络了团队成员，紧急赶往妙峰山。10月2日一大早，绿野团队20多名成员来到妙峰山，在临时搭建的指挥中心与警方接洽，简短交流后，就开始以建沟村为中心，分3个小队，分别前往任老师可能会出现的灶台、炭场、禅房，展开拉网式搜索。但是茫茫妙峰山犹如深不可测的迷宫，不眠不休的整整1天，毫无所获。而队员们的裤子被荆棘拉出一道道长长的口子。10月3日，任老师的家人、朋友以及很多闻讯而来的驴友自发加入了搜寻队伍，大家分成好几个小分队在山中寻找。截至目前，任老师已经失踪整整72小时。众所周知，在失踪案当中，前72小时非常重要，也被大家称为黄金72小时。这段时间内，如果没有发现失踪者，那么生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尽管如此，在没有看到任老师之前，所有人都不肯放弃。10月4日，搜救队员继续进山寻找任老师的踪迹。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警方传来最新消息。10月1日下午4点左右，任老师的手机出现在禅房村附近，指挥中心迅速调整搜索范围，向禅房村集结。这一次，终于有了蛛丝马迹。在禅房村外，搜救队员发现了半个脚印，经过比对，这半个脚印的纹路和任老师所穿的登山鞋完全吻合，鞋印朝向张家山，线索指向任老师曾经朝张家山行进过。但张家山异常偏僻，就在住在山上的村民都鲜少涉足，张家山不应该是任老师的登山范围，他为什么会朝这个地方去呢？搜救队员来不及思考，在当地村民的指领下，大家朝着一路崎岖的山路前行。10月5日，门头沟政府牵头组织，由消防官兵、武警、志愿者以及登山爱好者一起展开第一次大规模的搜救。同时，燕杰救援队、北大山鹰社等民间专业的救援人员也陆续加入救援团队。其中，永定消防中队派出经验丰富的10名消防队员作为主力，和其他搜救力量联合在门头沟禅房村展开搜救。此时，搜救人数增加到了70人。然而，10月5日、6日过去了，任老师就好像从未来过这里，毫无踪迹可寻。10月7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了山上。任老师的手机在9月30日下午4点左右关机后，再度开机了。定位显示，任老师的手机信号出现在北京西站。What？ 北京西站？这让众人一头雾水。难道任老师下山了？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个卖核桃的村民找到了北京警方。这位村民告诉警察，在任老师失踪当天，他见过任老师。当时任老师路过核桃摊的时候，顺口向他打听过哪里的核桃最多。这你可就问对人了，这一片谁不知道铁头山那边的核桃是最多的呀？任老师点了点头，顺着去铁头山的方向离开了。此时，搜救队员意识到，之前
前可能真的是搞错了搜救方向。那么出现在北京西站的手机信号又是怎么回事呢？警方研判，任老师的手机很可能早在下山的时候就丢失了。这也是为什么10月1日下午4点左右，任老师的手机信号会出现在禅房村的原因。大家重新调整搜寻线路，大队人马向铁驼山附近汇集。就在大家向铁驼山行进的路上，本地村民张玉海向搜救团队反映，自己也曾见过任老师。从这边奔这个方向，奔铁驼这个方向，到这儿我们俩说的话。他说：“小老弟儿，忙着呢。”我说：“是挺客气。”我说那个干嘛去？他说：“你爬山去。”我说：“你爬山你怎么就一个人呢？”他说：“就我一个人。”我说那他问我，他说那个奔那个铁驼山，现在那个奔哪个方向去？我这个怎么走，我就告诉他。之后，张玉海称再也没有见过任老师。他还非常肯定任老师没有从这条路下山过，因为山里夜晚寂静。如果任老师真的从路上经过的话，张玉海家里的狗一定会因为陌生人的脚步而大叫。张玉海还说，那一年的国庆节确实很诡异，除了任老师之外，没有驴友从这条路上过铁驼山。这就意味着铁驼山上不会有太多的人，甚至可能没有其他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安的情绪开始在搜救队员间蔓延。10月8日，众人马不停蹄，开始在铁驼山一带仔细搜寻。突然，一名搜救队员指着远处的树枝上挂着的白色物体，大叫一声：“那是什么？路标！是路标！”大家急步凑近，发现那是一些用报纸做的防止迷路的路标。经过辨认，警方确定这些报纸就是任老师登山当天从家里带走的9月25日那期的《北京青年报》低版报纸。顺着路标，搜救队员一直到达了铁驼山的峰顶，这说明任老师上山的路线没有问题，他确实登上了铁驼山的顶峰。可是任老师在登山的时候做好了路标，既然他能上去，为什么会在下山的时候迷路呢？10月9日下午2点，天空开始飘起了毛毛细雨。正在铁驼山峰顶朝南滴水岩搜寻的一位驴友突然兴奋地向指挥中心首台发来声讯，发现了重大线索。他发现了任老师的宿营点，同时在营地旁边的树枝上还发现了任老师留下的字条，而写字条的纸正是北京五中分校的答题卡。五中分校退休教师任铁生9月30号登上铁驼山，归程中迷路，在此处山上住一夜。10月1号12点开始顺山梁东北方向向十字道村移动，以备万一存此条，爱给路过的一切人。任铁生10月1号中午12点。从9月30日走失到10月9日搜救队员找到任老师的宿营地，大家才真正找到了关于任老师的确定信息。在场的队员非常感慨，关于任老师留下的字条后经媒体曝光，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乍一看内容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仔细一看问题却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首先，原本的落款处写的日期是9月30日，后面被划去写上了10月1日，这是字条里最明显可疑的地方。任老师只是在山上待了一夜，没有理由忘记自己到底是哪一天上的山。其次，任老师留下的信息说自己是迷路了，所以才当机立断在原来的地方扎寨露营，但紧接着又写清楚了自己的移动方向。如果他真的迷路了，会那么清楚自己将要去哪里吗？另外，以备万一是什么意思？是当时任老师已经预知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吗？常理说，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驴友，绝无可能因为一次迷路就断定要以备万一。有网友指出，这句话很有遗书的意思。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最后一句话，爱给路过的一切人，当中的路更像是所字，爱给所过的一切人，这两种说法在中文里面是讲不通的，有很明显的语病。更有网友推判，这句话非常诡异，看起来像是在十分慌乱的情况下写下的，很可能是在暗示自己被拿
着刀的人在挟持。一时之间，任老师所留字条引起轩然大波。为了揭开谜底，警方沿着字条上所写的方向进行地毯式搜索。10月9日，就在任老师所留字条被发现之后，北京公安、消防、特警、森林公安部门成立了搜救现场指挥部，以及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也加入到了搜救队伍，沿着任老师字条所示的方向开始更大规模的搜救活动。警方接连在山上发现了2具白骨，虽然经过鉴定，白骨并不是任铁生老师，但这2具白骨的出现似乎也在预示着什么。截至10月21日，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20多天的时间里，共有数千人上山参与搜救任铁生老师。11月12日，警方发现了1具年轻女孩的颌骨，没过多久，另外2具颌骨也被发现。至此，门头沟妙峰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很多人都说，这是一处神秘的百慕大三角区。由于长时间搜索无果，在征求任老师家人的同意后，警方大规模的搜救活动暂时停止。在民间，仍有一些牵挂着任老师的驴友自发搜寻，但他们除了寻找到一些不属于任铁生老师的颌骨以外，一无所获。直到14年后的今天，任老师失踪之谜还未破解，没有人知道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最不可思议的是，和任老师一起消失的还有他随身的所有物品，背包和手杖也都一起消失了。我们做个最坏的打算，即使任老师路遇猛兽，遭遇不测，那也应该留下些蛛丝马迹。任老师，您到底在哪里？在这里，我们也特别要提醒热爱户外运动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切勿单独出行，不要高估了自己，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知，要在充足的时间和良好的身体状态下进行户外探险，要量力而行，不可乱立 flag。以上，我们下次再见，平安喜乐。